来自星星的你这部戏，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但是呢，来自星星的孩子，你又了解多少呢？你说的就是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的孩子们，对吧？没错，那自闭症呢也被称为孤独症，就是呢患者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别人是很难走进去的。对，但是他们真的很需要社会的理解，而且患者是不断的在增加哎。所以呢，这一集我们好好来聊聊自闭症。自闭症孩子一般会有哪些表现？那该如何提高父母或者主要照顾者的警觉性呢？那为什么提倡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呢？如果延迟治疗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有什么治疗方式可以帮助自闭症孩子们？就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Jeremy 啊，就了解呢，自闭症患者有自己的一个节奏，跟方式学习，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哦。对。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给他们很多的支持跟鼓励啊，他们在这个社会上也会起得很重要的作用。对，你说的没错，因为孩子是世界未来的主人翁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关心这个课题。是的，今天还有谁跟我们一起关心啊？不得了啊，两位呢绝世好爸爸。OK， 欢迎江坚文以及张正轩，以及小儿发育和行为科高级顾问张善琪医生。欢迎！哎呦，欢迎3位哈！哇，今天4位男生，来，好，跟1位女医师哈。来，请坐。好，来，2位爸爸先问一下，你们对于自闭症了解有多少？首先就是他们好像很容易陷入自己的一个世界，跟别人很少有眼神的交流，然后呢，常常就会有情绪暴走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呢，好像不见得随着年龄会缓解，这样。对 ，OK， 那郑轩。第一点就是他们沟通会比较困难，而且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那第二点就是自闭症的患者，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如说数字、美术 ，OK， 他们在这些特定的领域有一些过人的天赋。2位好像讲得头头是道，厉害。医生正确吗？其实是很正确的。OK。那我们所谓的自闭症就是孤独症。OK。这个也是自闭谱系障碍。他们影响了一个孩子的什么呢？第一就是通常他们的沟通方面有障碍。他们跟人家社交方面有障碍。OK。也是会影响一个孩子的思考能力。他们有很刻板的一种行为，或者一种重复性的一些行为。OK。那在新加坡，每一年有几个小朋友被诊断患上自闭症呢？在 KK 主角妇幼医院和国大医院这2间医院看了大概88%的年龄0到6岁的孩童。对，那我们每年呢都大概有500到1000名孩童确诊或者是疑似病例。OK， 这个数据算是多的哦。对，这个数字是挺高。对，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呢也说，我们大概自闭症的病例是每100个孩子当中就会有1个有自闭症，就1%。对，在男生方面，它超于女生到3到4倍。那症状有哪一些啊？自闭症呢，它有一些很典型的症状。常常父母亲会说：“我的孩子他的眼神的交流不是很自然。你叫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似乎不理你。你很难进入他的世界。所以在社交方面，这些孩子有明显的障碍。那有些孩子呢，很多就是语言方面有障碍，没办法沟通。对他们沟通方面也是有问题。然后很刻板的行为，有时他对一些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东西，他会一直去钻，或者是一直去说，可是他不理会人家有没有对这些东西有兴趣。那我这边有一个图片，想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很简单嘛，火车啊 ，toy train。有一次呢，我就有一个孩童，他4、5岁来到我的诊所的时候，我就问他这个东西叫什么名称，他就说这个是 locomotive device， 意思就是那个铁路机车。他就是注重于这个引擎的功能，他就把它套在这个东西的名称上，套在整体上面了。对，所以他很专注这个地方，可是他不看整个东西是什么。OK， 我有一些小朋友也是很神奇、很奇妙的一种沟通方式。你问他有没有坐那个 MRT， 对，快铁，你要去哪里呢？他不跟你说我要去红帽桥，我要去雾兰，他说的是我要去 NS9号。他专注于那个车站的号码和数字，就是一般大众注意的是那个内站的名称，他注意的是内站的号码。对，
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亲会发现他有一些重复性的动作，比如说他的手喜欢这样摆动 ，OK， 有时候看东西他就用眼角一直瞄它。然后我有一个孩子在诊所里，他看线条，他喜欢这样摇自己的头，一直摇摇晃晃，他喜欢看那个线条在他眼睛的视线方面一直走动这样子，对他来讲是一种感官的刺激。是，那你们也知道，有一些小孩子感官方面会很敏感，就是很小。别人不觉得会很大声的东西，他就盖住耳朵，他觉得这个很刺激、很吵、很刺耳，很多压力，他不喜欢。OK， 然后有时候行为就变成很暴躁，因为他不能够应付。那是不是父母一旦发现有1、2个这样的症状，就要马上带他去做一个小儿科做一个诊断？其实我们讲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孩子在新加坡，他们都必须到政府诊疗所或者是家庭医生那边进行发展发育的筛查。筛查，在筛查的这个步子里面，你会发现在不同阶段，我们会道出一些 red flags。red flags 是父母亲要注意的，比如说15到18个月那个阶段，我们会问父母亲，这个孩子是否有用一些方法跟你沟通，好像发出一些声响，或者是用手指指示他要的东西。第二点是这个孩子你叫他的时候，他会不会回应你？然后那个年龄在语言沟通方面，他会不会说爸爸妈妈？如果很多这些 red flag， 我们就要注意，然后必须带去给有经验诊断这些孩子的医生来看这些孩子。很重要是他们的经验，不然有时候会误诊。所以你有填过那个问卷啊？有，除了是那个问卷之外，医生你都会顺口带一下，比如说他开始叫爸爸妈妈了没有啊？一开始我还会觉得说这不是在问候，对，感觉上好像是在茶余饭后在聊天。对，今天我才知道说原来是那么重要的一个点，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在确诊的时候，我们要非常详细的问父母亲他们的症状从小到大经过怎么样的一些路程，然后捕捉一些典型的这些症状。这些人包括好像父母亲在家里的看护者。如果上学的小朋友，我们就会问学校的老师，给老师问卷，然后问他们在学习、跟小朋友互动、沟通方面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捕捉了这一些资料以后，我们就会跟父母亲谈论。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做那个确诊的测试，做了测试，我们才可以确诊这个孩子有自闭症。所以过程是不容易，可是是必须经过的一种过程。OK， 好，了解，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会有心理及精神专科的医生呢加入讨论，我们稍后见。好，欢迎林文龙医生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没错那我曾经听过有人把自闭症称为 mind blindness， 为什么？对，我们人与人之间嘛，我们就是个社会动物嘛，所以在这社会当中呢，我们是互动的。你看得见我，看得见你，我们是互动的。可是对于有自闭症的患者来讲，可能他们大脑里面就缺乏这一块了，它是一个盲点所以就造成他们以后的一个社交方面的困难。那心理医生是怎样诊断自闭症？对，我们是以这个 DSM-5 为标准啦。那它是属于我们所谓的一个神经发育障碍。当你有了这个诊断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终身诊断，长大之后还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诊断。那我们有2大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说社交方面的一个困难。比如说他们其实不喜欢对话。所以对话方面是有一些缺陷。第二点，他们是不喜欢分享自己的情感或者是经验。那再者呢，他们其实是不大会启动或者开始那个互动啦。这样子。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非语言方面的交流的缺陷啦。那一般上嘛，就是说会有很好的交流嘛，眼神的交流，可是他们是没有的。还有手势啊，他们可能不了解。然后还有就是发展与理解关系的缺陷，很多时候他们未必喜欢交朋友，他们对于这交朋友方面是不屑的，然后呢，对于就是说需要用想象力的一些活动呢，他们也是不喜欢做。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刻板的行为，
刻板的活动语就是语言哦，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他们喜欢做一些小动作啊，在空中画圈圈啊，然后有时候排列那个玩具哦，以奇怪的方式去排列，还有一些词汇。他们就一直运用，一直重复性的运用一些词汇。那他们有时候也是需要就是事情的一贯性，就是每天的事情呢都希望是一样的，可以预测的。当他们接受到一些改变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困难。兴趣方面也是哈。是的，所以兴趣方面他们是非常的狭窄的。喜欢那个火车就一直讲到火车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在感觉方面会比较敏感。他们对于触摸这些东西是很敏感的，你不能乱动。对于衣服啊那些质量啊，他们是很注重，然后标签他们也是受不了。OK， 社交互动方面以及刻板行为方面呢，其实它的那个评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你在量一个小孩子他们可能2方面的评分不同严重度都不一样。OK， 了解。那我们现在继续了解一个伟大的妈妈还要双胞胎的儿子的故事，好不好？好，我是 Kimby， 3个孩子的妈妈，我的老2、老3是双胞胎，都是自闭儿。当他们2岁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他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我们叫他们名字，他们都没有给我们反应。当时我们就带他们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跟我说他们是自闭儿。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辞职，把我所有的时间放在他们的身上。我告诉我自己，6个月里面我要把他们带出自闭症。6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就发觉到我的儿子没有很大的进步。原来不是你说你付出很大的努力，自闭症在这样短时间里面都可以改变。我就每一晚都哭啊，原来是，哎呀。幸好有我的老公跟家婆的支持，我就重新站起来，真正从心里面去接受他们是自闭儿，也去报读了自闭症的课程。这一次我就没有给我自己 set 一个 time limit， 我自己做了这些自闭症的教材，通过图片来教导我的孩子怎么样去独立，比如说吃饭啊、冲凉啊、上厕所、做功课，还有跟人沟通。而且我有把这些教材放在网上去卖，希望通过这些教材可以能够帮助更多的特殊的孩子。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老了不在了，他们怎么样办？今年他们已经11岁了，多几年他们都18岁，能不能够融入在社会？到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呢？所以现在我不停地让他们去学习新的东西，比如说弹钢琴，希望他们有一个 skill 可以养活自己。我希望所有的自闭儿的父母能够完完全全接受你们的孩子和爱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正能量的环境长大。也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自闭儿。如果看到他们的时候，不要用不同的眼光，只要一个微笑，我们都很感激。因为我们最大的心愿都是社会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养育自闭症孩子这一条路一点都不好走，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在他们能够独立之前，我们就是他们的全世界，千万不要放弃，加油！哦，真的很不容易哈，这个自闭症妈妈的故事。这个妈妈还有他们的家人真的很伟大，觉得真的给他们点赞，因为他们没有放弃，他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跟这个孩子相处，来帮助他们，为他们以后着想。对。刚刚其实他表达的是他身为父母亲很担忧自己老了以后孩子怎么办。其实他还有一个大女儿，对不对？我相信他还有另外一层，就是万一他们走了以后，这个负担加重在女儿的身上是不公平的。当然，对，所以
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纠缠，很多纠结。是的，所以看护者其实真的是很辛苦。那这个妈妈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啦。对。那我们看她从一个哀悼，从一个悲伤这样子走出来，对，然后到认知上的接受，对，其实是最大的一环。是。我们最近在诊所里也发现，其实很多看护者，尤其妈妈、爸爸，他们有忧郁症或者这些焦虑症的几率很高。所以最近我们在诊所里已经也是筛查这些父母亲的心理状况，然后给他们及时的一些扶持。对 ，OK， 那这个自闭症还有哪一些风险因素呢？很早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有自闭症，我们就要即刻进行干预，越早越好。其实整个干预的过程就是没有药物干预，对吗？那他焦虑的时候，在家里呢，他重复性的言语就越来越多，他一直会重复：人家喜不喜欢我？到底喜不喜欢我？自闭症还有哪一些风险因素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知道它统一的一个原因。那我们有一些风险因素，包括早产的婴儿、家庭遗传的因素、病症，好像癫痫症之类的，影响大脑的发育这方面，也是会造成自闭症。然后有一些研究显示，高龄的产妇或者高龄的爸爸，自闭症的孩子的几率也会比较高。你们提到高龄是几岁以上算高龄？40岁以上吧。对，关于这个高龄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所有会患上抑郁症的妈妈们，一定是因为过度自责。他一定是觉得我自己身上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所以的确很多父母亲就在诊所一直有自责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吃了什么、做了什么造成孩子这样？我们常常跟父母亲讲，这个跟你们大都是没关系，这个是一个复杂的一种状况。了解。那治疗方式有哪一些啊？很早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有自闭症，我们就要即刻进行干预，越早越好。然后我们做早干预的时候，我们要很整体的方式来进行早干预。它第一个步骤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孩子呢，基本的功能在社交这方面必须先进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孩子如果有自闭症，他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跟人家互动、玩耍、模仿这几方面都还没克服，所以你进行早干预的时候，一个孩子可以跟同年龄的孩子有互动玩耍，然后会模仿人，他的语言就开始可以发育。然后我们进行语言的早干预的时候，我们也不只是注重于发言。刚才片段里看到的父母亲，他们用的方法是用图片式的方法，就用图片当做一个辅助的沟通，辅助的功能，给他有一个跟人家说他感受是怎么样，他要什么。最后方面就是行为方面，好像很刻板的行为，他在感官上面有一些不协调，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些进行早干预。然后早干预的过程过后，有一组孩子还是需要去特殊学校，另外一组孩子呢，其实可以融入普通学校，跟别的孩子一起学习。OK， 没有药物干预，对吗？暂时真的是没有药物引导，可是对，但应该什么情况下会需要找精神科呢？会要用到药物吗？其实一般上来讲是不大需要找精神科，除非是有一些症状啦，比如说他们可能得到了忧郁症啊、焦虑症啊、暴饮暴食，还是行为上有一些差异啊、暴力之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才会以药物去控制啊。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的个案可以分享的？对，有没有什么经验？治疗个案来讲呢，我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15岁的小孩嘛，他从小就已经就是有自闭症的一个诊断可是到他15、16岁的时候，他开始觉得，为什么我在社交场合这么困难、这么辛苦？开始就变得很焦虑。那他焦虑的时候，在家里呢，他重复性的言语就越来越多，他一直会重复人家喜不喜欢我，到底喜不喜欢我，所以整天在担忧这一点，然后睡不着，吃不下，然后当然他们父母亲看到他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带他来看心理医生啦。最终这个小孩子还是需要就是一点药物的扶持，他的情绪才得到一个稳定。这样了解。那有些父母他们可能也蛮担心说，自己的孩子有没有这个自闭症的倾向哈？有没有办法自己去用一些筛查工具先做一个了解呢？其实你上网你可以找得到，它的名称叫 MCHAT-R。
OK，如果你去这个网站叫 Autism Speaks，OK， 这个筛查的工具就在网上，你自己可以进入，它有20道题目。筛查以后，如果你发现，我的孩子其实有很多这些典型的症状，高风险，还是必须由一个专科人士来见证。了解。其实目前在帮助自闭症的孩子遇到最大的困难在哪里？挑战是什么？挑战在哪里？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就是父母亲发现孩子有一些典型症状的时候，他们很难克服自己的一些心理障碍，接受不了，有一点恐惧的这种感觉，然后就不敢来我们这边寻求帮助。错过了早干预的最佳时机。然后第二点就是有时候学校的老师们就点出1、2个小朋友，其实在行为或者沟通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同样的，有些父母亲就觉得这些老师其实为什么这么说？没有资格这么说，是针对他的小朋友，对，针对我的孩子说很多东西。其实这些老师他们会看出有一些孩子行为方面有自闭症的一些特征。所以是希望父母亲不要担心，我们会用很多方法来扶持你，来帮助你的孩子，越早会越好。我觉得真的就是看护者、父母亲、爸爸妈妈真的是最辛苦了，是，对吗？他们长期的看仗，这是一个长跑，对，他们必须有一个可以输出压力的一个出口。没错，我是建议啦，如果说可以的话，去参加一些 support group。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可能会了解怎么样去克服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多的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对，而且最重要的是，很多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以及去接受，然后去面对哈，然后慢慢的去把它改善。所以在这里真的要给这些看护者还有爸爸妈妈呢，给个赞，你们辛苦了。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希望社会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多了解特需儿他们需要的一些照顾，然后给他们多多的包容哈。那在这边最后也要谢谢张医生和林医生，谢谢。好，2位爸爸，郑轩跟监管，谢谢2位哈，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星期见，拜拜。